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？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、自找苦吃的笨蛋。你也是日本人？是的。你的中国话说的比你的同伴好。你见过我的同伴？当然，刚刚在1层的客舱干掉一个。本来我不想杀你，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。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住手！谁也不许动，他是我的。你这个畜生，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！当年，我随同新22师杀出缅甸，身经百战，宰了无数个小鬼子，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。想不到，小鬼子投降3年后，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。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。呸！这是上天有眼，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，为同胞报仇。开枪吧，杂种们！好赖，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。开枪吧，杂种们！嘿，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，死吧！是你？怎么，没想到？有点意外。少废话，把尸体藏起来。谁？我是鬼子。走进船舱。看我干什么？谢谢你。你以为我想救你啊？你巴不得我死，我死了，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。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。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。
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，老头子的亲信，他自己是55军的少将参议，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。可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。那是因为你太狡猾，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，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。力强者胜，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。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？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？像你这么多嘴的人，竟然能活这么久，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。通常情况下，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，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。知道的越多越危险。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？你的忘性很大，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。我很想知道，为什么？我需要个帮手。帮手？你想去日本吗？什么意思？劫船的是52军184师的营口大队，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，战术素养高，行动坚决果断，执行命令完整彻底。日本投降后，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。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？看起来，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。刚才在1楼船舱，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。这就好，替我省了些废话。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。我知道。你既然知道，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。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，从缅甸打到印度，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，又从印度打回缅甸，再从缅甸打回祖国，直到抗战胜利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。我的朋友，我的战友，全都死在他们手里。我恨日本人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想去日本？当然，我宁可死在你手里。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。夺船？就我们2个？怎么，不够吗？刚刚你说过，劫船的营口大队训练有素，都是高级步兵。你也看到了，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，却没发一枪一弹，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。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？说明什么问题？他们占有绝对优势。据我所知，这个营口大队有好几十人，可我们只有2个，2个，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？你的意思呢？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，左右2侧都有救生艇，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、淡水，抢夺一艘救生艇。逃跑？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先逃出去，再去找救兵。划着救生艇逃出去，等你找到救兵，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。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，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？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，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？你说的对，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，即使回到日本，也会被美国人制裁，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，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。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？你的意思是，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，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。我们劫持客轮，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，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什么意思？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，炸毁客轮，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。
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？哼，我们只管达到目的，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。是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。鹰口诀，你早就想好了？当然，用中国的话说，谋定而后动，这才是成功之本。客轮炸毁后，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，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。哎，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，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，也拿不出什么证据。你知道，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，没有证据，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？你立刻命令沿左小队，将藏在我们舱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，接好引线。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，立刻引爆。是。就算你的判断正确，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，就凭我们2个，怎么可能夺回轮船？我们并不是2个人，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，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，只要救出他们，夺回轮船不成问题。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？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，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？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，立刻离开这里。我们走了，其他人怎么办啊？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，任其宰割。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，自己能够逃出升天，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。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？其实对于我来说，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。既除去我的眼中钉，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，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、顺理成章。可我并没有这么做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了找个帮手。因为你是中国人，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，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，转身逃走，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。可你这是蛮干，是送死，一点胜算都没有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？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。俗话说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徘徊退缩，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。就像你一样，如果你真有大勇，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，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。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，可你偏偏相信诡计，与姓冯的定下计策，引诱我上钩。可是你们没有想到，我没有上当。结果呢？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，险些丧命，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。你想想吧，你能活到现在，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。我知道。你怕死，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。你不怕吗？我不怕，只要死得值得。共产党不怕死，我早就听说过。据说，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，明知自己会被刺中。可是还要冲上前去，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。所以，很多时候都是2败俱伤。不，你说错了，不是2败俱伤，这是气势，压倒对方的气势。你说的有道理，
国军失败，就败在这上面。好了，言归正传吧。你爱惜生命，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。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，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。不是我想放弃他们，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，我们救不了他们。你想夺取救生艇，你自己办得到吗？当然不行。也就是说，你需要我的帮助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，更不会下船逃跑。所以，你只能帮我，就算是救自己吧。帮了你能怎么样？你会放过我吗？你呢？不会。我会亲手杀了你，但要等到消灭鬼子、夺回轮船之后。也许是我杀了你。可现在，我们必须得联合，否则大家都得死。虽然我们是敌人，可是我很佩服你。这也是我想说的。成交。说吧，你有什么计划？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。刚才我在1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，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。所以只有我们2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，一定要出其不意。要想救出船上的人，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。轮船内部蓝图？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。可小鬼子劫船后，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。这我也想到了，可据我所知，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2套。一般情况下，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。我已经搞明白了，穿过1层厨房，再拐2条走廊就是船长室，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。你想怎么办？先去取武器。武器？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，准备开始搬运炸药。营口军的意思，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。是的，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，只要管道舱爆炸，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。长官，长官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？我率人搜查了1层客舱、2层餐厅和厨房，但是没有发现鱼友。目前还有3名部下尚未归队。哦，是的，他们应该还在搜索。我率部下搜查了3层客舱，没有找到鱼友。那传奇呢？传奇小队搜查2层，没有看到他们。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。还有几个小时，我们就要到家了。长官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，发现了大熊小队3名士兵的尸体。什么？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？是的，他们被人杀死后，藏在吧台下面。我说在1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3个。是谁？这是谁干的？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，没有任何动静，也没有发现鱼友。既然如此，人是怎么死的？我去看看。是。武器在哪儿？真有你的，把武器藏在通风管道里。
在那里。都是被匕首杀死的。伤口围绕着脖颈的大动脉附近，可以肯定，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。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。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，没有发现任何人啊！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。大雄，长官，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？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2层走廊上搜查，那么村下、俊吉和杨次呢？他们3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。也就是说，村下、俊吉和杨次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，应该是的。从村下3人遇害的情形来看，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，等着他们。是的，从这里的情况看，的确如此。柜台碎裂，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，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，将村下3人诱杀的。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2层走廊，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2层走廊进入餐厅的。由此可以断定，他是从1层潜入厨房，再从厨房走上来的。1层厨房4通八达，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、船长室和警卫室，向船尾通往1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。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，事情可就不妙了。长官，现在怎么办？立刻搜查厨房、餐厅，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佐藤大雄，搜查餐厅；田野和我，他们下来搜查厨房。是。快！时间正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。什么意思？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所有人听着，每扇门、每个柜、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，一定要把它给我找出来。是。看到了吗？那儿就是船长室。守得像铁桶一样，怎么进去？我们要等爆炸，爆炸会掩盖枪声。什么爆炸？耐心点儿。俗话说，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。你真是个怪人。
们小队的？是的，刚刚突进3层的时候，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。高手？是的，是个国民党军官，身手矫健，枪法精准。他打死了我手下的2名士兵，逃到了1层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，没想到，那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个子很高，身材瘦削。与杀死村下3人的手法完全一样。看起来，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。是他？除了他，不会再有旁人。长官的意思是，只有他一个人。怎么？你不相信？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，我还勉强能够接受。可如果说他用匕首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，这有些太离奇了，我不相信。哼，很不幸，这样的人我见过。他是那种1分钟前还遍体鳞伤、奄奄一息，1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啊！什么？什么声音？啊，长官，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长官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好，找隐蔽！杀！哪里爆炸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闪开！怎么回事？爆炸声很大，好像是船头方向。肯定是出事了。我带人上去看看。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，看管被关押的人质。贵重，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，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。是。把舱门关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厉害，好厉害！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？我能掐会算。吹牛吧！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。其实，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。什么意思？我把酒精、铁刷、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，放进烤箱。长官，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？不，这不是烤箱，是炸弹。炸弹！利用烤箱做信管，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，
密封在烤箱中的酒、铁球、铁刷就会爆炸。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？你可真不是好惹的。哼，彼此。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，用烤箱作为信管，制造的定时炸弹。他会制造炸弹？营口君，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？这还用问吗？难道是杀死村下、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？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，我们遇到麻烦了。现在怎么办？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把他找出来，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佐藤，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、鬼冢小队外，所有人立刻上甲板，3人一组搜查全船，从船头到船尾，每个仓房、每个角落都要搜到，就是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长官，3人一组，一旦遇到进攻，恐怕很难抵挡。告诉所有小组，如果看到他，千万不要硬拼，立刻鸣枪示警，召集人手。是。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，马上行动。是。队副，你听什么呢？嘘。前野，上面出了什么事？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，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。可怕的人是什么人？是个国民党军官，个子很高，身材瘦削。我在3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，被他逃走了。长官命令，除了岩佐、龟冢小队，继续留守货仓区；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。好，我们立刻集合队伍，走。哎，高队副，究竟怎么了？你在听什么呢？有动静了。有动静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？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。感觉到了。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不，那不是轮船晃动，那是爆炸。啊！爆炸！船上怎么会爆炸？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，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。哎，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？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，虽然听不清喊什么，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，他们非常急促。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。增援？小姐啊，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，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？你是说，是云队长？云队长怎么了？爆炸是云队长干的。除了他，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。我敢肯定，他一定是动手了。谢天谢地，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。别想的那么天真，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，也不过就是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？我要是他，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。哼，所以你不是他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怎么，还没找到啊？要不你来试试？高手做事各有分工，互不帮忙，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？嘿，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，这么小的空间，弹头乱飞，会伤到人的。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！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，还怕被子弹伤了？废话，那叫无谓的损伤。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，不懂保护自己。嗨，说了也是白说。
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，遇上敌人就投降，个个当俘虏。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，你没看到吗？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，上面写着“我要回家”，只要一当俘虏，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。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？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。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，原来是专门练过。嘿，我说你也够损的，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？算了，废话少说，怎么还没找到啊？小队长，怎么了？团长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？这里的警卫谁负责？谁负责？来得好快！负责守卫的人呢？这是我的工作，不需要你帮忙，请你尽快找到蓝图，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。哼，真是个怕死鬼！我又不是共产党。有没有人守卫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会不会到前面去了？绝不可能！这里有4名守卫，即使前面有事，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。事情不对。他们就在外面。你刚刚说过，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，我们互不帮忙。我并没让你帮忙，只是问你找到没有。